好，欢迎大家来到由美团买药冠名的爱奇艺自制综艺《姐姐当家2》。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维嘉。那今天呢，我们是新朋老友欢聚一堂啊。首先欢迎倪萍老师，全玲姐，还有子君老师，欢迎。这一期呢，我们是4位我们的姐姐参与我们的观察室的录制，让我们掌声欢迎杜华，耶！接下来是小鹿，后面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冉莹莹，徐梦桃。梦桃好像长在长沙了，一直在这儿参加乘风，然后又参加我们节目录制，都在这儿，是吧？就特别不巧，嘉哥，其实我喜欢你好多年了，然后但是我们俩，我认识娜姐跟那个何启宏老师，就是跟您一直没认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哎呦，哎呦，拥抱！是拥抱吗？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哪回我会翻跟头？哎呀，还好。我们第一个热搜有了啊，就是那个从来不摔跤的徐梦桃，为了维嘉差点摔一跤。妈呀！何老师第一次见我也摔了一个跟头。那这一季陪我们一起看姐姐们生活的还有8位当家观察团的成员们，有我们第一季敢说敢开麦的朋友，也有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各类博主，他们还是会继续充当我们观众们的嘴替，欢迎各位。好了，在开场之前呢，节目组委托我问一下倪萍老师一个问题，肯定没好话说。因为倪萍老师呢，去年就跟我们导演组说啊，这个吐槽我们这个观察室有点多余。我从来没说过吐槽多余啊，我从来没有，我都够听话的。一个节目我们播出的时候我看连10分钟都没有，然后我们一录1天，一说就是没意思，要吐槽，要怎么样，我就觉得哎，这不算吐槽，这算提意见。好了，再问一下全玲姐那有些观众呢觉得您去年在《姐姐当家》这个节目当中呢，风格有所收敛，就是因为你在别的节目当中非常犀利，是不是因为有倪萍这样的前辈在，所以你觉得收敛了？这还听不出来挑事儿啊？那个你看我都不用说，我现在就走。他的意思是说，姐姐你压制我了。对，你再问一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问一遍，重问一遍，对。就是那倪萍姐姐是不是压了你一头呢？啊，那个你自己回答啦，给维嘉鼓掌啊。好了，那子君老师上一期也给我们输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观点，包括从心理的角度上来看待这一期，期待你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好不好？谢谢。好了，刚才说了4个姐姐，以后呢，我们就要替导演组问出一个他们这一季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第一个，我首先想问一下冉莹莹，那我想问你，你们2口子之间闹离婚闹到民政局去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是现在要说的吗？维嘉就是这样，把所有的困难都推到别人面前。是啊，真去了？真去了。哎，是你要去民政局，还是他要去？一开始他嚷嚷要去嘛，嚷了好几次，然后我都不去，我就赖着，我就不起床。然后后来他就嚷嚷说一定要去，我说行，今天你要去，好，姐姐陪你。所以不愿意去的是你。对，开始不愿意去是我。但后来他闹过很多次以后，我就说，然后你就是说走，可以，对。所以这次来，其实上《姐姐当家2》。我觉得是我和世民哥，我们的家庭其实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走过高光，当然也跌入谷底。现在我觉得我们正在努力的爬起，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家庭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爬起的过程当中，再雄起一把，就是真正的好好的交流一下，然后找到彼此哪些需要共同进步的地方。你也很像在带孩子呀。大儿子。好了，这个小鹿的问题我不敢问。这么吓人吗？小鹿，你那积极备孕有结果了吗？毫无结果，今天月经第2天。真的。我们的小鹿呢，备孕呢已经2年的时间了。那其实想要找一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结果，什么原因，是吧？
接下来问东华姐姐了，耶，欢迎！哇哦，职场女强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听说您现在的兴趣不在艺人经济身上了，开发了什么新的项目吗？现在大部分的时间的话，就放在机器人啊、AI， 还有 IP， 对，潮玩。你现在开启了2次创业，你还有那种当初那种闯的那种感觉吗？有啊，就现在的话，我可能牌桌上筹码更多了一些啊。你牌桌上最重要的那张牌是哪张牌呢？阅历、经验，好，所以你可以继续叨，来继续。你的，张泉灵追问，那你离开了王一博，你觉得您还能成功吗？而且台本你看导演给的那样，我觉得我是运气很好吧，就是说遇到了王一博。那反过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博的话也很幸运遇到我，对吧？王一博还是很优秀的。你真的很爱王一博。我爱你比爱王一博爱多了。哇！王一博听到了吗？喊话王一博可还行。好了，接下来问一下孟桃哈。那听说你的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但是呢，辛迪的母子关系好像是就没那么顺畅了。对她那个我婆婆，她在秦皇岛。她只要感觉她妈在那儿待得挺好的，自己啊没事跳跳舞，然后开开心心的，非必要的话就是也不用常联系。第1季呢，我们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叫做不再害怕。所以这一季我们的主题呢，跟大家说一下是爱是什么。那大家要从对自己的了解，然后跟另一半的相处，然后跟家人的相处。跟职场的打拼，然后来感受一下爱是什么。那第2季也算是正式开始了。我觉得重中之重呢，也是要看到姐姐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是怎么来对付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课题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段，看看冉莹莹姐姐。我的很多朋友说我是恋爱脑。我觉得我不是，邹市明年轻时候还是很帅呀。轩轩，你要吃2面，对不对？你恐惧过婚姻没？恐惧。你坐后排，小朋友不能坐前排。从小啊，我身边好像就没有几对好像婚姻是幸福、开心、甜蜜的，我感觉都挺不开心的。全神贯注啊，集中注意力 ，OK， 享受当下 ，OK。好球，非常好，再来一个。现在我觉得我的婚姻里面缺爱，因为我缺支撑。但你给了他是不是？我觉得我在做，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做。对。我们其实现在情感问题比较大吧？是吧？或者我们这个家庭的相处的模式吧。我提离婚也提了很多次。我也40岁了，我几乎跟了他20年。然后我觉得我也应该再有20年，我还是那样过。我这没有我自己，我再20年我醒悟，我就60了。这也不能叫醒悟啊。哎呀，真好哇！你们分开睡多久了？我们搬来这儿5年了，5年。我今天出门之前看了一篇文章，他拿给我，他说这个有意思，你快看，千万别离婚，现在流行干婚，大家过的是 AA 制的生活，反正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哪怕比如一张床，背对背各刷各的手机。然后呢，你忙你的，你玩你的，然后呢，我也不问你，然后我也交我的朋友，然后他还朗读，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有点读不下去了，发现怎么那么写实，那么写实。说为什么不离婚？说如果离婚，你可能会选择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没有问题了吗？而且下一个可能对自己孩子还不如就是原配。对。
哎，对呀，老师。我觉得我有崇拜过他，我去看他训练。哇！就是我看到他，哇，真的好苦啊。我看他训练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哇，他好厉害。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各种都给他管，然后买菜做饭，我还摆盘，为了给他心情好，还给他摆各种笑脸，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怀老二嘛，我给他开车。然后我的肚子就是最后达到这样，哇，开个那种面包车，在那好莱坞山，就是那个道很窄嘛，我还在甩盘子。就比赛的时候压力很大，美国洛杉矶很干燥的，就经常就是便秘啊、不舒服啊那种。然后我说我煮点蔬菜吃吧，我在那儿洗菜，他在这儿吃饺子，他一双筷子给我飞过去，他说这有吃的，你还吃什么菜还挑嘴。我妈好伤心，我妈哭的。我妈说走，我们两本出去，我们去别的地方住。我说不，我说这个肯定是他压力大了，对吧？我们这样一走，算什么呢？如果造成他的运动成绩什么不好，那我有责任的。那我想不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是载入中国史册的男人。理解当中，吃着冰棍回忆着以前。后期挺逗啊，他这个。回来了，以后不放你们出去了哈，坐好。你乖，来擦擦手。哎呦，不能出去，你快，不要关门了，凤凰。今天你是刺儿头啊，你给我回来。肉肠哎，你们平时最爱吃。进来嘛，还不归家了，你还离家就一条线，你还走，来，啊，林姐，你该你采访了。哦，陈导来了，对吗？好，Let's go。等一下，陈导，黄金遍地。我来。哦。怪不得，又在吃饺子，他真的很爱吃饺子。超爱。你几只狗啊？有5只。是吧？然后你有3个孩子，5只狗，那你这个爱不够啊。哼。这个怎么？老人味这么重啊！这个瞬间站起来就咳出一坨肉来。那你们的感情和当年不一样了吗？对，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开这个拳馆以后，很大的变化，亏了很多钱。我2个亿，我觉得压力挺大的，就是我每个月雷打不动，要还银行很多利息，还有孩子的学费。如果我1个月不工作或者没收入，就很可怕。所以以前我经常就是直播。今天大家都知道哦，我甚至会播到半夜，比如2、3点，我都在播。开始是我先签进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做自媒体也签进来？我不做。奥运冠军怎么能做这个呢？结果我就给他看，我说杨威正在直播，哎，看田亮正在直播，然后他也不，就是他。短视频啊，后来是24年，对不对？然后才开始拍的。土豆丝儿，贵州土豆片儿，在我们贵州叫洋芋。然后我们俩一睁眼聊的最多就是今天这个生意又不好，没有什么聊感情，就聊钱。孩子他都很少聊，然后他经常都在他房间里不出来。我儿子发烧，他都在他房子里，他都不管。就阿姨把饭要抬到他门口，我就说他，我就说你邹里面你是在坐月子吗？他在里面干嘛？哎，打游戏。他说他跟我的孩子没有共同语言，所以他开始打王者荣耀。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现在都不打王者荣耀了，就是现在回讲他们这种故事啊，讲咱们这些故事，我都觉得是，因为我心态还是挺好的啊，因为我性格也比较开朗，我也觉得就当个说笑就过了。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哥说实话是痛苦的啊，真的是挺痛苦的。
原来那个就是为梦想去奋斗的邹明不见了，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该要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气血疼了。哎呀，我们运营不好，我们亏了，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亏了我们认，挨打我们立正，再爬起来就可以了嘛。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把贵阳的房子卖了。对，原来我们之前在美国训练的时候，美国有个房子也卖了，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对，也是把它卖了，还银行。就是我们过去2年最大的一个隐患就解除了。我们目前还与6位朋友有债务的关系。其实这次我来姐姐当家，我特别希望改变我跟邹永明的现状，我希望他支棱起来，了解到其实我和孩子是需要他的。如果他继续这么不支棱，我觉得很危险。你觉得能改变得了别人吗？唉，前2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改变别人的都是神经病，改变自己才能做神，就试着当把神经病呗。你跟你先生对花钱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我们意见其实相当不合，就是花钱这个事儿，他以前来看我啊，他就会去充卡，比如他说，哎，这个餐厅好吃，他充很多钱在里面，可能后面往往就是也没吃了，这个餐厅可能也没了。我比较实在，就比如说美团，那个买药，像这种健康卡呀这种，我觉得也就很划算。在美团上买很多药，平台都有返现，我还觉得挺好的。其实我也办了一张，1年可能就几10块钱，它会有免费1对1的送药，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能平台的返现。不愧是姐姐当家，对不对？今天天气好好哦，要不要去院子里搞一下嘛？把院子打扫了。哎呀，哎，秋风扫落叶。这有点滑了。最近小孩子不要在这打篮球，他们最近都没有来打。这儿还有哎。扫地僧。所以现在家里的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吗？不是他说了算的，只有他有话语权。我是属于啥也不管。那以前呢，我在国家队，我只练好、吃好，比好啊，然后其他事全部有人帮我全都安排好了，我习惯了。他其实这地方应该拿水冲一冲的。我来冲，我看到那有那个啥。我来。这个有狗屎。来，我来。在生活里面，我没什么家庭观念。我14岁我就出门啊，然后我包括和小孩子相处、老大相处，我也不知道14岁怎么样和爸爸妈妈相处。从小都是和兄弟，然后要么就是一群人在一起。来，豌豆我也来点。豌豆来点。哎，这个我来拿。作为一个爸爸或者是老公以后，也没有做好一个转换，甚至一家人他们的因为我的训练、工作、比赛。来迁就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我现在更多的事就是这个建立一个能够赚钱的一个能力的同时啊，我就想着怎么样好好经营我的家庭。对，哪怕就是跟他在陪伴，或者是他的这个跟他的沟通，我们可能要花一些心思。你在烧菜菜呀，姐姐？快下哦，下锅了。都切好了，要不我来掂量一下。很恩爱的呀，很甜蜜的呀。慢点。哇，可以吗？还可以掂量一下啊。挺好的，不错。今天晚上尝尝爸爸的手艺。好难得呀。我觉得这肉都比菜多了。姐姐当家这个节目真好。能让老公开始劳动做饭，哇塞！老公当家也要做的。你这种变化，我觉得很开心。我变了吗？我一点都没变，我一点都没变，好不好？我觉得有点惊喜，就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明哥，干了很多
1年才要干完的活儿。好香啊！就是可以勾一点点香油。我相信啊，今天我老公做的菜不一定是很好吃的。也是先起油的吧？啊，炒菜肯定要放油啊。但我其实是希望他跟孩子们的距离拉近，让孩子们感受到父爱。哇！尝尝爸爸的手艺，这是爸爸为你们做的，也是希望就是孩子们去充分的肯定他、认可他。来，宝贝，今天这几个菜爸爸下厨哦。觉得好吃的话，下次我看你准备拿哪块。拿了一个，唯一这一盘就不是爸爸做的，不给面子啊！来，宝贝，哎，今天爸爸妈妈共同合作这几个菜，爸爸下的厨哦，你坐下来先尝一尝，看今天爸爸的手艺你们吃得惯吗？轩轩长这么大了，宝贝儿好吃吗？有味道。他喜欢吃重口味。那肯定是爸爸没炒好。这个宝贝儿，这个来回锅肉吧。回锅肉。那我们2个上去换衣服吧。我不用换，你就穿这个。那我去换一下衣服。妈妈去换衣服。我的宝贝，爱你。我也要。我就觉得妈妈今天这个分量弄多了，对吧？太大盘儿。哦，你的这个饭量可以把它吃完。一看就是平时不咋相处啊。世民跟他们不说话。孩子们是不是比较害怕爸爸？哎，你比如说哈，我儿子，我们今天也好不容易一家5口吃个晚饭，对吧？坐在那儿，我小儿子吃，不是一挑，比如说这个肉不是挑出去了哈，不认真吃饭，你就说，你说不认真吃饭，筷子要握好，他能把他自己骂生气，你知道吗？他说你不好好吃饭，那肉不是钱买的吗？加过来。那老三就在那儿，就开始哭。今天吃饭真的 very good。好，他看老三哭了，就开始说老二，你看你啊，又开始把老二骂一遍。好，老大们就聪明哈，老大不是吃完抬着碗，你们慢慢吃，走了。哦，那2个就坐在下面被骂的呀，就是那2个太小了，还没反应过来，没有经验。对，反正就是他能够把他自己骂生气。Ryan， 你猜今天谁做的饭？今天给爸爸打多少分？跟100分啊！没有这么不要这样。还喝口汤啊！今天想给爸爸要表扬表扬，要好好说一下。你来 ，Ryan 先讲。好，喝一口。还有呢？喝一口了。希望爸爸以后怎么样？多陪我。听到没有？希望你多陪我们。那你要跟妈妈说点什么？要跟妈妈说什么？没有意愿。没有什么愿望的，是。没有什么好，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空间。我已经没有可以，妈妈已经没有可以进步的空间了。那爸爸呢？你觉得爸爸哪里可以再进步一下？多陪我们一会儿。还有呢？多帮一下。多帮一下我呀，听到没？多帮一下我。啊，帮一下你说。你像是这些3个儿子以前都是黏在他们身边，我有信心，再过几年他们会慢慢的站在我的身后。哪来的自信？因为他很爱孩子，老大从小学就有手机了哈。我和老大这关键是小孩子，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永远给孩子开一个口。那我们就永远去严厉，然后有时候他说老公去。我刚骂到一半呢，好了，哎，他们知道错了，那他就永远都说啊，爸爸负责价值观，妈妈负责安全感啊。后来价值和安全，他就2手抓了，一手抓了，是吧？怎么呢？这个道题太难了。这个呀，就是经典的火柴棒问题，让小思把知识点再给你讲一遍吧。好。
看到没？你好，西西。它呀，就像 AI 的智能学伴一样的，能记得你的学习的进步，还有你的学习的表现，然后呢，边讲边互动，引导你一步步的来梳理知识点。哪儿不会，咱们就提问啊。小思，帮我讲解一下题目。学而思做内容已经做了22年了，你人生的第一台学习机，妈妈想给你找体系专业的，内容优质的，好好学习。他今天这样子，你喜不喜欢？你现在偷偷加重了。他给你加重，逼迫你，威胁你。他平时肯定不是这样，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喜欢他现在这样。我在录，你可以暴露的很清楚。没有在录，所以说其实你看是你们没有发掘爸爸的优势。今天其实包括莹姐，她说你跟平时很不一样。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可能，我只是做了一点改变而已。其实一直有这个心要去做这些的事情，只是我可能还没有一个条件或者是引领我然后去做。其实我做的很开心，我很 enjoy， 我今天非常开心。好累哦，所以我去打了一天高尔夫球，看这个。我在1个小时里面，我不停地出拳，我打12回合，我都不觉得是。可生活就是这样哦。但是我们一辈子有很长的时间要去做很多事情，他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你必须要守在这上面，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懂不懂？我听不懂什么叫。比如说我现在很累，但不得不坐在这个镜头下面，你觉得是不是很累的？那如果不是这镜头，不记录它是不是就变成很累的？你可以不要把这个镜头当回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呀。回去吧。回哪儿啊？回你房间呀。哦，现在要分房了。别演别装行吗？不是本身就在你那边睡。你期待爸爸以后都像今天这样吗？他可以吗？你觉得呢？你凭你的判断。应该不行，他只会拍，因为他一般也没有时间。为了拍这样表现，也真的没啥意思。哇！今天早上他6点多给我发信息说，他说那个跟你聊点事儿。啊，我说那行。啊，他说过来跟我聊事儿，他也没聊什么。然后呢，他就可能刷短视频，打了一下游戏王者。所以后来就是你们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两个，他从我房间说：“哎，你们俩一起，啊？你们不是正常的夫妻吗？为什么很忌讳被人看到？”咱们去青浦房产交易中心。啊？哦，谢谢。当时你惊掉下巴了，是吗？对，我惊呆了。哇，下雨了。小雨，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小雨是淅沥沥吗？淅大雨呢？淅沥沥是谁？大雨呢？大雨是谁？小雨淅沥沥嘛，大雨哗啦啦。这个梗在哪儿？终于呢？不懂。终于等到你来后，我没放弃。蒙圈了。这是什么情话？他是不是以为上了中年恋综啊？2次情感再出发，我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好土味情话哦。哎呀，时不时土一点嘛。你都这么洋气了，要综合一下嘛。你说，
我说什么？上次坐的这个车，比这次坐要开心的。那倒没有，都差不多的。只是我在想，什么原因？你今天刚还给我开门，你给我下雨了嘛？你会给我开门吗？因为你拿着伞呢。你是因为录真人秀才这样的吗？你平时会给我开门吗？我没给你开过门吗？就是像这样给我开车门。我没给你开过门吗？几乎没有，很少见。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不，你太反常了。你看你，真的太不适应了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觉得高兴嘛，哎，还会给我开门。另外嘛，我觉得这个太反常了，这个。你今天下着雨，你说你拿着咖啡和伞。不要拿咖啡拿伞了，我平时抱着娃你都不可能给我开，是不是？哦。哎，这次你看你还会给我开门，给我惊呆了。真会来戏啊！你会来戏，哎呀！你能不能自然点儿？就是做你自己，搞得我就是不习惯我都。你这好像这被剪出来说，好像是我是在故意讨好你，故意在这啊，这是那我宁可以后都不干了啊，不做就没有错。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而且我平时我做的这件事，然后好像现在好像都被抹平了，都好像没做过。你以前我只要能帮你开门的，我都帮你开门。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是我现在每次要先上车，因为我不确定你每次要上要多少时间，我就不敢催你，然后催多了也没意思。那我在车里面等你，证明就是你要决定的走的时间是由你来决定。哼，生气了。说实话，我在昨天我是很感动的啊！我说谢谢节目组，我发现我老公变个人啊！哎，哇，这什么？找上的一个哇，谢谢，这个对我来说好像中了头等奖一样的。但是昨天过完以后，今天我有点后怕，说实话。所以你不相信他昨天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吗？能帮我找个口罩吗？2个口罩，给我们2个口罩，因为这个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卖房。今天是好日子啊，我们撤压了呀，哦，对吧？对，压力又减轻了呀，对，又开心了，无债一身轻。哦，给自己老婆开个门，他就觉得啊这事儿，不能存在。我以前也是经常给他提东西的呀，然后开车门，这是很常见的事儿。哎，开心，搞完了。代理人签个。可能就是这几年哈，大家谈恋爱的时间少了，可能一起出去处理事情，在夫妻的身份上面也少了。有时候重启动是有点不适应。喂，妈妈，我想你肯定是想我们，哎呀，肯定很着急啊，担心啊。后面我们就租房子住嘛，反正。多么美好的一天，后来被他泼一盆冷水以后，我就是有点憋屈，红温了。经常这种事儿经常会发生，然后你嬉皮笑脸的，然后被一句话给苍蝇吃到嘴巴里面，然后我这一天我就觉得不舒服。石明哥，小酌一点，轻注一点。我喝点这个。啊？喝点壶就行。哎，今天这么大的好消息，喜事儿，咱碰杯吗？你喝啊。妈的，生气从早上生到晚上也挺不容易。今天要庆祝一下，今天我们家在世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了，恭喜！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没有。恭喜你！
恭喜我，不也恭喜你吗？这不是咱俩人事儿吗？要开心一起开心。你有什么觉得对我就不舒服我的是吗？还是因为我在车上说你给我开门那个事儿？是因为这事吗？过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我们俩在一起20年了，对吧？而且我们两个就是舒舒服服的，就是真实自己，哪怕有不完美，真实自己哪怕有不完美，我觉得那也是真实的自己。那完美的那不是真实自己，那我很别扭呀。或者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不觉得，挺好的。是不是我今天这种说话方式你？没有，想多了。行，我想多了，那我们就开心一点。开心点。对啊，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么大的一笔债务，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开心？开心就好。我信你，你说开心，我相信你是开心。太不容易了。那你今天晚上还会跟他回家？早就没事了，过都过了。我很高兴，其实内心很高兴，只是我故意表现的不高兴。哇，这个今天早上就吃个苍蝇，你知道吗？真好吃。对吧？这咱俩昨天买的1般般。不。又要我陪伴你，要我给你情绪价值，你还让我做自己，你又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吧，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个先不惯他。又不能。你26年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有吗？啊？有吗？好。我说。啊？祝贺你。好。祝贺我。好，拜拜。不应该祝贺我们一起吗？今天。我走了。今天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一天啊！开心。好吧，还把音乐带走了，还好我也有下载。我喜欢这一首，我怀念的。你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哇，他真的是像一个大宝宝哎，这心里得多强大！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你相信爱情吗？爱情当然相信了，爱情这个人类都有的呀。如果你是我，你觉得你会怎么做？我是你，我能怎么做呢？背一身的这个东西。
对，是吧？嗯。因为镜头一开始你们是从2个门出来的，对，就是你们分房是谁提出来的？他提的。一开始他说分房，我肯定是拒绝的。夫妻嘛，在一起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聊，就是我觉得是有生活的共同点跟价值的共鸣嘛。但是呢，他说他做运动员嘛，就是身上总有些伤病，有时候就不舒服，而且他就是不能听声音，比如说有声音、有动作呀什么的，他就会惊醒他。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房，但我觉得也挺好，互不打扰。你理想的婚姻是什么样？不是这样吧？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从小是对婚姻有点惧怕的。我2岁，我父母就离开了，然后我是一直跟着我妈妈长大。我以前就给我自己说，我大概率不会结婚，但如果我结婚，我一定不离婚。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信，请深信。莹莹，你的婚姻状态此刻处于干婚、亲情婚还是无性婚？他们3个是不同的概念，你属于哪个？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亲情，但是你说我们俩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是干婚。如果你们的主要的在一起的责任是一起把家里的债给还了，还完了之后，会让你在离婚和不离婚当中偏往哪边偏？我会去在乎我孩子的感受。你的砝码现在只剩下你的孩子，而不是你，对吧？那此刻的判断呢？此刻判断，我觉得我儿子需要，因为他儿子需要，不是他，我儿子需要爸爸。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希望他只是爱孩子、爱他自己，那请问谁来爱你呢？我体验过爱情，我觉得够了，就那样。你是观音菩萨吗？我觉得冉莹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妻子和母亲。刚才说到分房睡的时候，他还找了一个很委婉的、体面的理由为对方。我们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做一宿”。为啥？我觉得这个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被置于爱情之前了。您刚才说就是不想让孩子没有爸爸，可是无论婚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爸爸依然在呀。我觉得婚姻的关系是一个3角形，是爸爸妈妈孩子。我觉得他会比较稳定。其中一方缺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得不要去承担另外一个支点的力量。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健康的家庭比完整的家庭更重要。如果我是孩子，爸爸爱我，妈妈也爱我，我跟爸爸的关系是我跟爸爸的关系，我跟妈妈的关系是我跟妈妈的关系。他不缺失父爱，也不缺失母爱，但至于你们2个在不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是莹莹，你选择走，对，你已经反复跟我提出分手了，这背后一定是有潜意识的动机在的，这个我是没办法接受的。我可能跟大家观点不太一样哈，我想说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你们之间有深深的感情。如果知不爱到了最后不是争吵是冷漠，他能够因为开门这事能生气到晚上，说明他很在乎你对他的反馈。而且他还故意刺激你，他早上让我吃了苍蝇，所以我让他晚上不开心啊，还甚至有点小报复的感觉哈，很幼稚的小男孩，而且好像是热恋当中的感觉哈。其实我想要那个就是有点感动，就是那一天，就是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去买菜做饭。我觉得他去买菜做饭这个事儿，他的心里是有这个家，但是开门这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姐姐们能不能 get 到我这个点啊，就是他为我来开这个门的时候，我就像被嘣了一口，你明白这种感觉吗？那你觉得他心里没有你吗？我觉得，对，我觉得你可以没有我，你要有家。我如果是他那天早晨给你开了门，你是这样的反应，我也会很生气。你要他爱你，他表达了爱的行为，然后他得到了什么？一顿数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听，就是背后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刚才说了个很关键的话，他给孩子做饭，我特高兴；他给我开门，我就不适应，因为我觉得他不用对我好。
你内心要有一个配得感。你是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对你好的一个女孩子。老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不配得感。我觉得你为我做，我很容易，我很开心的。但是我希望这个做是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那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我们20年了。我现在怀疑是你们俩企图被看见的那个点错了，错位感。对，邹市明可能想被看见的点叫做你不是想要好好过日子吗？其实我也会当一个好老公，对吧？哪怕是演，我知道我在努力。然后你其实会说，那你平时不做，你此刻一做，我的付出，我的委屈，岂不是就被看不见了吗？不对，不是，不是吗？他不是因为这个委屈，我不需要这个。那你到底为啥委屈？我想帮莹莹姐说2句话。莹莹姐为什么对于开车门这个事情这么应激？是因为我觉得莹莹姐上节目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婚姻，看看怎么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但你现在突然给我开车门，掩盖了我们实际的问题。心里可能潜台词说，你在这儿跟我演什么演？对啊，我觉得可以私下说，跟老公私下说，对，而不是当着镜头说。那为什么只能冉莹莹共情邹市明，而邹市明不能共情冉莹莹呢？他没有共情能力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求他有共情能力？能力是一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学呀，不行，我觉得这个选择和能力还是不太一样。那或者至少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模式呢？不一定我发自内心的共情你，但是我可以摸着你的手说我懂。底儿都不是这么打的，你告诉他几天后改变了。对呀，他需要有一些畏惧感，他需要有一些危机感。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这一辈男性在情感当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我的爸爸也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你绝对不会离开他的，他觉得你需要他多过他需要你，所以他不再去在这段感情当中用力了。我不再想要去讨好你，我不再去想你要什么，我只想我要什么。作为一个男的会有共情这点，我发现就是他喜欢萝卜，你喂他的是白菜。其实男的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你说你为君王，我陪你什么那个君临天下；你若低谷，我陪你东山再起。这都什么词儿？这不也很土味是吧？看网文看多了嘛，看爽剧。哎，为什么？就是一个男的，在我做的成功的时候，我是愿意去让你来享受我的荣耀。但是我失败的时候，我是不愿意让你参与进来，跟我一块儿。我给你一个黄金句，好，如果你们有冲突的时候，要用一个黄金句，叫做还没有，就是你没做到，改成你还没有做到。咱们俩不能好好的沟通，改成咱们俩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好好的沟通，这叫成长式思维，这就是弹性心理谈，这就是抗挫力。所以你们之间要沟通啊。那我们看完莹莹的 VCR 之后，我们现场呢也出了一些热聊的话题词，让我们也请观察团的成员投票。长不大的老公应该怎么引导？和面对长不大老公，是不是应该先放弃？都是3票。冉莹莹，你自己对哪个最感兴趣？第2个吧。就有一天，我们跟郑恺、苗苗一起去打网球，打完之后，苗苗有个包就落在我们家了。然后第2天，郑恺哥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你给我闪一下。我说我老公在家，我马上给我老公说。然后我就给我老公说，你能帮忙闪一下吗？然后他说我不会。我就截了个图。我就发给了郑恺，然后郑恺就狂笑，他说哈哈哈哈哈，打了 N 个哈哈哈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因为我给我老公的备注是大儿子宝。我觉得莹莹第1段的片段当中，我觉得呈现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莹莹她在干婚状态当中，更像是一个干妈的角色。老干妈也是贵州的，也是贵州的，还没到老了就是老干妈了。我想找个男生来发言，就老公应该怎么引导，先听听男人怎么说。首先，这个长不大的老公该怎么引导？像周先生，他更像是一个魔丸，一生毛病的魔丸，像是个哪吒。但是哪吒最后也可以变得很好，你要夸他，不能生夸，一点点的夸到他里边，哎，他就会往上好好的诱导。咱们要的不是为了论理，咱们要的是解决病，解决问题。我们要的是最后要过下去。我还预感啊，通过咱们这个
姐姐当家，她不断在镜头面前不断的展现，不断的反思，她可能会出现很大变化，不是一般的。桃子，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作为运动员嘛，其实世民哥也拿了2块金牌，然后还是零突破。我感觉他们那种生活模式，包括我可能是比较健谈一点的，但是我一看就是内心比较这个敏感，然后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自尊心强，要强，加上要面子。过去被捧的，当然你们爱情很一致，但又不能完全切身体会到他的那种又是男人，完了社会的那种无助，我感觉。桃就哎呦太会了，他说的那些，他那对手也是一个冠军啊，对手还在讲对手，他把他治的是由衷的服服帖帖。这个桃可以私下里教你好多。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子。面子这件事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是全世界的人都重视的，所以一定要给足了他面子。那李维嘉就没有这方面，你说我们随便说人家，对吧？要有这种精神。我也是要脸的。我听莹莹之后觉得特别心疼，我看到你在那儿我就很揪心。我看到你的那种责任感，包括就是有一种拯救者的心态，就是当你丈夫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不离不弃；当他好的时候，你无所谓，你有你的骄傲。所以你现在是第4个儿子，而且是你最难的儿子，因为他已经是成人固化了，可能你还要去教他。你是觉得他有希望，然后你也觉得还可以再努力一下，所以我觉得怎么着，咱们为自己再争取一把，给他一个机会。对，是的，姐姐。其实我们对待这样的婚姻，也要想让他干什么，直接指令到位。因为男性的这个基因模式里面就是战斗与逃避嘛，要不就冲，要不就躲。对，你要非常的指令明确，而且他对于生活细节的东西，他是没有自我闭环的这种能力的。就你让他去晒个衣服，他可能就晒一个衣服，然后他也不会把东西收好。谁说的？不，谁说的？谁说的？炸起了那边4个男生的不满。所以你看，这就是热聊话题。就是如果当你抛出去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也呼吁网络上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当中，好不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段 VCR， 是小鹿的，一起来看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鹿！我洗了的袜子还没干，现在脚是湿的，但我只有这一双袜子。我心里想你自信的啊，没事，就这样吧，一会儿就干了。我相信啊，有很多朋友认识我，都是因为我之前啊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在里面穿着婚纱吐槽我的婚礼，把婚姻当做我事业的垫脚石。哇，下雨啊！最近啊，有不少人盼着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啊，都劝我早点离婚。我要离婚至少得3步走啊。第一，妻子的浪漫旅行；第2，姐姐当家；第3，再见爱人；第3，瞧瞧什么叫做平衡事业和家庭啊！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鹿，35，结婚2年。你原名叫什么名字？就叫小鹿，我本来就叫小鹿，我只是字儿不同。实际上音是一模一样的。我感觉做比较娱乐的事情的话，我那个名字显得过于的端庄了，这个小鹿显得活泼一点。小鹿乱撞。我每次回北京都会有一种，你还是觉得还是会意识到这个城市跟你还是有很特殊的感情，对。虽然他不在意你，但你在意他。我大概23、24就来了，24。我大学刚毕业，研究生没毕业，研2我就来了。你研2来北京是干嘛的？来北京北漂学写段子。我当时就是想做脱口秀。但你不是学法律的吗？对，但是我不喜欢。
听起来好像有人在那儿拉手风琴，发现美的耳朵。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听过手风琴，真正的声音，幻听手风琴。其实我更喜欢讲笑话，逗别人开心的。你不要脸，我们还要。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因为你讲笑话的时候，肯定大家要看你嘛。然后一个人被你逗笑之后，他很难讨厌你。很喜欢这个节目。所以你来这个节目是要讲脱口秀吗？第一次见面聊的是吧？你们好像问我要干嘛，我说生小孩。哦，是。我说我要备孕，节目居然说那我们就拍你备孕。Hello。哎，子豪，新的头发。Hello， 早等我。好看吗？然后下巴上长了2个大包。帮你扎吧。不要。我要出发去上班了。好的。爱你，拜拜，加油。拜拜。其实我俩连见面的次数都很少，因为我这个人事业心太重了。就比如说巡演的时候，7天有5场演出，中间也会有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拍摄，这些还是行程过满。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契机的话，我是不会真的缓下来的，用我事业的上进心带动我生活的上进心。你们见面的频率是多少？1个月5天。我确实是我感觉过去这2年都一直还是很忙，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我心理上，你要说我心理上准备好，那我可能很早就做规划，我要调整节奏缓慢一点，也没有。所以必须给你接这个节目，因为工作内容就是备孕，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完成与你的个性，我就会更努力，努力的放松，要把这个工作目标做到最好。但是呢，我是在想说，因为其实网上还是有一些不太冷静的声音，或者说有2种声音吧。就是有的人会觉得，独立女性好像就应该是大女主，你不应该有家庭，不应该有宝宝。那你会有这种舆论的担心吗？比如说，我表达我很想要生孩子。我结婚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冲击了呀。我倒是完全没考虑这块儿，我会觉得，就是我的人生的自由选择嘛，我选择什么样的事业，我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包括我选择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这些我觉得就是我能去选择，然后为这些选择负责，所以我倒是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块儿。哎，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有这个实体感受，他会跟你说有一种实体感受，好像真进入备孕。其实他以前也挺配合的，你比如说，对吧？像我们在巡演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在一些关键时期出现，然后微笑着。我到很后来了，我才意识到，他来干什么？这么准时。对，像上工一样，打工去喽。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其实从结婚的时候就有是吧？对，但是我有输卵管积液，那么还有那个什么卵巢多囊的改变这些问题。然后呢，我就是说，也不是说多勤奋的备孕吧，但是就是说，还是就不再避孕了。我从33想这个事情，现在35了。我现在更害怕，现在不去做，可能往后更难。我上次微信有跟你讲吗？就是我备孕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怎么在备孕呢？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担心我还没有长大？就是备孕这件事情哈，看过的医生他有跟我讲，我这个节奏要特别的慢，然后我又没有那个勇气去放下我的工作，我检查出来，然后我就写段子，然后写了啊，别人笑了，我也笑了，哎，好开心，好像我就感觉这事儿就过去了。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可能你当妈妈的心还没那么迫切？我觉得是的。我以前每拍完一部戏，我觉得我要歇一歇，在家待一待。你什么时候就有这个节奏了？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时候29岁，拍完胭脂就突然觉得说我要停，那个时候绝对是说我一停起码得停个2年以上。对，你想怀1年，生完以后喂奶，那起码最少不就2年嘛？
天哪，我就不敢想，你知道吗？你不害怕吗？就是你没有那种很强的生存危机感吗？我就一直都有，我一直都很害怕自己，如果停了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这种职场的女生面临更大的这种，就是其实等你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你的位置。对，那你停着那个期间焦虑吗？还是焦虑啊？也焦虑，当然焦虑，因为重新开始真的很难，市场变天了。对，在你的人生排序中，工作是最重要的。他到目前为止都是最重要的。我好像很不敢相信，我没有工作价值之后，我的存在依然很正当。那为什么工作这件事情会这么的重要？我觉得就是我跟人讲笑话，满足了我被看见和被喜爱这2个诉求。为什么想要被看见和喜爱呢？就是因为我从小时候整个家是围绕着我哥哥的事情，我哥比较调皮，所以家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然后后来，因为你就是一个外表也很普通、成绩也很普通的小孩，所以你好像很长时间你是被忽视的。那时候我好像想做一点特别的事情，然后被人看到。但是你虽然有这样的渴求，但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到。一直到做脱口秀，它让我就是一点点被看见。从2014年在北京讲段子，再到后来你能做专场，然后专场巡演，再到后来能做全国的巡演，甚至能跑到全世界别的地方去巡演。我觉得讲脱口秀这个事情让我变得更开阔，就是我值得被看见，然后我值得被人喜欢。哎呦，苗本，为什么你要那么疯呢？我是汤包 Tom， 小卢的老公，29岁，2017年认识的小卢，然后他30岁左右想要结婚有孩子，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说 commitment， 真的没准备好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一直没准备好，他还一直得等我，这很不公平，所以我就提跟他分手。但是我就非常痛苦，我意识到对比结婚当爸爸，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了他。爸，我要7点才能到家哦。哦，好的好的，宝贝。所以我必须把他怎么说去重新追回来。对，追回来，对，追回来。Hello。所以你现在想要小孩了吗？我是绝对想要，现在。对。明天，什么安排？明天去医院。哦，做那个检查，啊，我也做是吧？对。我也做。讨厌，做检查，万一出一个你没想要的结果呢？你不要说这种话，你这个人。我没有，我就说是我讨厌那个医院，因为那个。你中国人都不说这些东西，知道吗？哦，好的。就是别人不喜欢。那。什么？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What？ 我觉得我现在说，我说的这一句话不是，怎么说？我在这种场景说，听起来有别的意思，但是没有那个意思。我就说我们的备孕要开始了。哦。这个有点。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好。我觉得备孕我们可以准备所有事情，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正好，所以我就你买了一个时光机，你看他们俩之间的表情，
你说的对，就是一个时光机。这是啥？你觉得好看吗？好看呀，我很喜欢。是个戒指，有点复杂。这样。对。但是，对于它是一个时光机，我还是不解释吧。它就是有点浪漫，然后经常想那些可可爱爱、奇奇怪怪的事情。他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这个是用怀表做的，是1930年的怀表，然后你看所有的这些，他们是调整这个怀表的那个小东西它有5个，所以它可以帮你利用好、控制好你的时间。我一听到这些，我就觉得必须得送你这个，因为我觉得你最缺乏的资源就是时间，就是时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备孕的痛点，我觉得。那他的中文说的好好，痛点都知道哎，谢谢。你觉得你备孕最大的阻碍是在一起时间太少吗？对，但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是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吗？对，我觉得很多对啊，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都会有，就是有个理论说社会它分 A、B 面嘛 ，A 面呢就是挣钱呀、成功啊这些东西 ，B 面那就是比如说生育、照料、家务这些无偿的东西。就女性你吭哧努力，好不容易成为了你小时候可能想象中自己能成为的很厉害的女性了，但是你可能因为生育。你会从 A 面滑到 B 面，做被看不见的一个人。我其实也很害怕自己转到 B 面，当我再转回来的时候 ，A 面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或者说我会不会在 B 面待太久？我也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未知的恐惧。你这次在这边多长时间呀？我这次在家，从今天开始。接下来有的工作也都在上海，我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出差。汤包问我下一次离开上海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一看，我说：“哎，我不知道我下次离开上海是什么时候。我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在上海，一直在家里啊。这个事情简直是。”其实我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吧，心里也有点失落，就是啊，外面的世界没有再需要我吗？哎，我就意识到，哇塞，这好像是有一个新的改变发生了。失落是世界不再需要你。老人感。走吧。那我们要去做一些检查呀。哎呀，这种检查都很痛苦。我其实每次要做这个检查，我都这个心就感觉很 heavy 的。没事，就看现在什么情况。我去年本来就准备做那个输卵管造影的，但是后来是因为我的人整体的状态太差了，医生他就建议我先不要再着急这个事情。但是我过去这1年很难说我有认真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是挺紧张的，因为我就是不知道经过我这1年的奔波，我这个身体到了一个什么情况了。我们加油。嗨，主任。请进。这个是去年2月份做的中度的积水，就是25年以后就没有再做过超声是吗？对。现在你的月经规律吗？它就是每次都会提前那么一点。痛经吗？比如说有时候止疼药都止不住。好。现在你性生活的频率正常吗？你们2个人性生活的频率正常吗？我什么叫是正常？1周2次到3次。那不正常。大概。但是你是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是吧？不采取。现在不吃也算吃吗？
吃着就忘了，就不是昨天吃了一颗，这不是特别规律的，因为今天要来，所以过去这6个月里的第一颗。第一个，所以基本上整体的叶酸代谢的检查，然后会帮你复查一个甲状腺和性激素的和卵巢的功能，然后因为你痛经，我们会查一个就是内异症的排查，也会帮你一起做掉，好吧？然后你还需要复查一个超声，差不多就是这些检查，好，行 ，OK 吗？好的，行。先生的话是查过精液的，对吗？还没2024年。对啊，那你再去查一个吧。今天我们王医生可以帮你开一个。男生只有查这一项吗？对，是这样。我们对男生没有那么详细的照顾，就说他只要看上去身体还可以，我们就不太管他。血液什么的不用查吗？他的话，他不是跟你一起做过这个？对，你可以给我也看一下。谢谢。他好像确实还可以。OK， 行，那我觉得你暂时先查一个精液常规就可以。好，谢谢医生。那我走了，一会儿见。你好，那个精子检查，没事，可以说中文。OK， 倒进去。OK， 给您。好，谢谢。然后交到我手上。OK， 好，谢谢。你好，小猪吗？哎，对。啊，你好，谢谢。你备孕是吧？哎。肯定还是有点严重的，你肯定还是有积液的。那24年发现右侧输卵管积液。输卵管目前是没啥。输卵管目前没积液了。没积液了吗？盆腔里面有积液。所以我输卵管现在没有积液吗？对呀。哇，所以它会自己消失吗？会的呀。啊。那目前看来是没积液了。哦，好哎。那。而且你痛不痛？你要是做一个输卵管疏通的那个，你就做一个。好，谢谢。太好了。哎，很骄傲，很骄傲的走出来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一瞬间吧，我有一种就觉得我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好事。好的。好，谢谢啊。哎，你等一下，我有点洒了，然后没多少进去。对，没有全部倒进去。对，就是没多少，真的是。你要么再留一点，你这次不要洒了，就是流进去就用这个倒进去。OK， 稍微的要留一点，因为这个太少，我怕做了不准。OK。我想一会儿跟汤包聊一下他的体验。他打翻了，好不容易熬出来，然后他打翻了，东西。这是有多陡啊！我怎么会有这种人啊？他的犯错永远能精准的错在一个尴尬这个层面啊，他又并不毁灭，希望他自己勇敢的面对，毕竟是自己做出来的事情。那素材我记下来了。哎呀，不愧是我的素材来源，汤包。我就不做，我可能得回来弄，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你讲讲。我讲吗？你不想讲吗？我觉得我不太合适吧。好，你不想讲就算了，没事。哎，真的。怎么说呢？怎么手脚冰凉？不是，就是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技术问题。我想象的是什么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呀！你都微笑成这样了，应该不是什么，没事啊，说出来。反正你的怎么样？我的输卵管没有积液。是吗？disappear 了。太好了。但是，不代表它是完全通的。对，给我看的医生，我可能一会儿去找他，跟他聊一下我该怎么弄。哎，我们一会儿找医生确认一下那点量够不够，主要是。什么意思？量够不够？好尴尬呀，这个量够不够？我没交给他。The first one 你不是给了吗？但这个不够，而且我不想给那个。我们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去看吧。好，去看。
哎呀，谢谢。检查的医生就跟我讲说，那个输卵管积液没有。对，他说这次没有积液，我给你看一下，这是右边的卵巢，那它的水在卵巢的边上，就这个水呢，肯定是打不上输卵管积水，但是到底输卵管有没有积水呢？没有办法100%的排出，因为这个水呢，它没有在最后面，它离这个卵巢比较近一点。但是确实从 B 超声上，它不是输卵管积液的现象。所以说你下次月经干净以后，就刚刚干净的时候再过来复查一个看看。总体来讲，我觉得还 OK， 不一定非要做输卵管积液的手术。现在我是觉得啊，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没有好好的试过。哇，哎，您刚刚说的那个1周2到3次那个，对，就是想要备孕的，但他如果又不到医院去看，根本不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排卵的话，是要维持这个频率，是这个意思。就碰运气是吧？是要维持这个频率。但如果说确实认真在备孕了，那么差不多要维持1周的基准。如果说你现在在上海可以有时间来做 B 超的话，可以 ，B 超是最准的。你要在月经周期第10到12天的时候，来做 B 超监测，需要连续监测2到3次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造小孩就可以了。对的，你目前这个状态，这个卵巢功能，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生不出宝宝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时间上有长有短。有的时候幸运的时候，可能1-2个月就有了好消息。谁知道，可能1个月。你看，不要急功近利。是不是到这个节目杀青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怀上了？哇塞，很有可能啊！我倒是希望这样，那我真的是运气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的第1篇备孕日记。今天听医生说了很多关于备孕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进入一种紧锣密鼓的备孕状态了。不知道这个视频录到第几个的时候，我们能够顺利的怀孕，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能成功，加油！我们加油！加油！今天有一个对你来说非常成功的一天，也是对我来说，只是我也有一些失败，或者不是失败，就是失误，尴尬，但是我有2个开心的事情今天，第一个是你的结果，第二个就是我们花了1整天在一起聊天，不看手机。没有工作消息，就是纯跟你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婆。还有我的老婆，感觉是你跟2个人在一起。对。我今天也是跟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老公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自己。这都可以写成段子。这不错哈。smart。反正明天要去看那个中医。对，那中医我觉得他很好，我可以调理一下。明天看，又是有一个很好的一天。就是又是会有一些好的运气，我觉得。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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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又有趣又温暖，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点小感动的一段 VCR。你觉得汤包在这个目标当中，他是个纯被动，你要他配合，还是他也有主动性？有，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俩要做医生让做的一切事情，他还会督促我做呀什么。就他其实现在，因为我过去非常忙，他有时候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心诚。就是我觉得这2年他比我还想要一个小孩。那挺好啊。对，我会觉得像孩子这件事情，现在就把我俩就绑到一起，就是我们都想完成，我们一起努力，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让2个人的关系对更近的一个方式。倪老师上一季大家还记得名场面是董璇生孩子，这一季小鹿你
决定。我那时候不是催他，我都给他联系了，对，北京最好的医生，妇产科医生。那小鹿你要为他做什么呢？他不是他在上海，我距离他那么远，上海有更好的医生，不用我找。我发现我这个热心啊，都胡热心。我们现场有个大夫，是中医吗，大夫？你好，是的，是中医的。其实我对小鹿备孕这个的观点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临床看备孕，100个人其实100个备孕的原因，小鹿属于最容易备孕的那种状态。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局中不自知，很多人来备孕啊，诊室里边2口子就打起来了。你的错，你才错，所以就不是生理病理的问题，你知道吧？很多这个就是越松弛的状态，去外边旅个游或什么的时候，反而有时候重，其实就是这样。你以为我现在空出来这1个月啊，我什么工作都不接，我让自己松下来，里边没松下来，脑子还是紧的。对。其实两性相悦的那个时刻是人类就在生理上最欢愉的时刻，就是其实如果人是处在压力里的时候，身体就告诉你这个时候是不能有小孩的，所以你要彻底的放松下来，真的享受2个人的感情哈，2个人那一刻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所以身心合一的可能更容易有小孩。反正肯定压力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确定的。好了，我们有4个热聊的话题。我想聊第3个，啥叫生存危机？就是活不了吧？哎，那你现在还是会想这个问题，就是也会考虑到啊，我如果真的就是备孕成功了，然后就是怀上了，然后还是会有这样的危机感，会提醒你。但确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女生，职场女性就是正常职场的女性，其实是会有这个问题的。像同龄的很多的朋友，其实都遇到了，就是要做妈妈这件事情有点难度，怀孕很难这件事。对。小鹿，你是害怕就是怀孕以后要耽误至少2年的时间哈？其实恰恰错了。你是一个从生活当中汲取原材料的人，然后上台去说你的脱口秀，这是你最大的实力。你最不怕的就是你耽误时间，这个都不会耽误。你有这样的老公，你们这次备孕都能写2个段子。我真奇怪，你怎么还反复怕耽误时间？真正你等几年之后说，哎，我怕我要的 A 面没有了，我 A 面永远是 B 面支撑着，这多简单的道理啊！哪有一个人光有一面的？反而我觉得对别人那个会不会造成女性的生存危机是一回事儿，对你大概率不会。其实就是到我们这个，我会觉得我们这代女性好像多数都会说是你到现在，比如说35、36这样一个阶段，在职场上好像是经过你多年的奋斗，能够有一些积累，就是你好像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什么，你才敢放心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生活层面的东西了？但其实你又不可能真的那么笃定，因为我觉得你永远缺乏那个自信，说这个哪里离了我是不转的。我真的想要考虑一下我的生活层面了，和万一我离开了没有啥事儿了咋办？这种恐惧当中交织，一直来回游走。对。我辅导中碰到过很多小伙伴，他们都在焦虑，从快到30了，快到35了，快到40了，就每个年龄段都在焦虑，而且似乎像是工作和生活是2选1，就好像你从 A 面滑到 B 面就不是你了，但实际上从 A 面到了 B 面，我们好像失去的是外部的声音，但我们没有失去的是小鹿，你还是你。你其实会因为你 B 面的这些丰富了你这颗硬币，所以我就在跟很多小伙伴说，能不能把工作生活不做2选1，他们是整合的，是一体的。我相信你有了宝宝，你会实现你最大的想要的2件事：被需要，被看见。你的宝宝肯定是这样，你的爱人也是，然后你的世界其实打通了另外一面。你不是失去了 A 面，你是打通了 B 面，然后你变成了 A 加 B， 然后你可以把它2面都摊开了看。哇哦，谢谢。我刚才都说这么透了，你还有危机感，你就是神经病，烧的你。有这么好的老公，还有个幽默的孩子。对，孩子一出生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好不好？那看到小鹿的这个备孕日记，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最近在看一个电影啊，就是讲
他在复刻一个美食，每天写一篇博客啊，这样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片子，就是从无到有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美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段时间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我们也会期待，好吧？小杜，当了一家之主后，你最看重什么？准时啊！作为一个连备孕都要掐表推进的人，我的世界没有迟到2个字。出差赶通告，从不迟到；跟练打卡，不迟到；去医院体检，不迟到；就连汤包每个月飞来找我，也从不迟到。偏偏2道杠，迟迟不来报道。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你已经在吃营养品和药了。药可不能乱吃，备孕期间有拿不准的，就问美团的小团健康管家，安全用药，少走弯路。哟，谁呀？我的救兵，折腾一圈才发现，就算好运气总不准点，美团买药也准会到。美团买药急用药，24小时1对1急送，原研药自营大药房更省钱。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马上看下一段，是杜华姐姐耶，来了，她来了。拿点纸巾吧，我看。哎呀。行，感觉好累。对。最近状态怎么样？哎呦，反正今天状态肯定是不好的。这反差太大了，没想到上来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那走了，也帮我 P 一下。认识多少年了？17、18，小10年吧。19年的时候，我们就合作了《以团之名》。他是一个很仗义的人吧，我就觉得一个人说没就很没了，就是确实是让我有点崩溃。你每天那么努力，那么拼命，又怎么样呢？你再有钱，你再怎么样，你再有权利，你再有金钱，我觉得在生死面前都不值得一提。我是去年从泰国回来，在飞机上就突然不行吗？回来以后我就去医院去检查嘛，广泛性焦虑症。所以从去年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周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靠安眠药。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会因此停下工作去休息吗？我觉得创业的话，它可能是一条单行的旅行线，你除非中途下车，如果你不下车的话，你就是在高速的去行驶的。你看还是大娃好哈。那2个是让那个衣服签名了。股票怎么样？看一下。哦，太牛了！怎么了？又涨了13%。20吧。哎，咱们那个机器人那个什么时候能出来？5月底？没有，5月10号咱们第一辆那个大车就出来了。那直接在厂里面喷好了，就贴好了出厂。对，我今天那个群里说了。天生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人。09年创业到现在17年吧，就是在不断的拼命的在奔跑。现在，喂好，拜拜啊。现在公司多少人？现在公司加起来的话，300多号人吧。 300多号人。对，有压力吗？你觉得？我觉得是有压力的。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压力的？我从创业那一天，我要跟别人发薪水，我就有压力了。照片墙，咱们可能稍微改一改。以前的话，打工的时候，反正1个月，你不管怎么样，自己拿薪水嘛，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你公司业绩好的时候，应该压力就会小一点吧？但是是这样的，做企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会要求你每年，比如说30%的增长，特别是我们上市以后，他就需要有30%的增长什么东西，所以它就会导致就是说你不管业绩好与坏，你都得往上走。其实实际上去年的时候我就尝试做潮玩，然后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有看机器人，但是大模型2.0一出来的话，我知道就我们整个行业的生态会发生变化。
某 AI 公司视频生成大模型升级到2.0 AI 2.0，只要输入简单的文字描述，然后一键点击，这个大模型就能自动生成包含多镜头切换、连贯叙事和同步音效的视频作品，影视制作的门槛大大降低。AI 公司一老板2月10号给我拉了一个群，然后我当时的话我就试了一下，然后我自己就崩溃了。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女团梦，女团 C 位。This is Kikido。哇！黑领巾回发。这种的话就很快嘛，就生成就几分钟就搞定了。我看播放量都还可以啊。对，就春节的7天，大概我播放量的话，3000到4000万左右。我还赚了10万，还赚了1万块钱呢。我都不知道，以前我都不知道，像这种还在这个每个平台还有分账一说。我都有看到冬娃姐，我都有看，是不是好玩？其实它这个东西做完以后，你是更坚定了这个一些东西，是吧？对。就以前的话，大家了解乐华的话，就是说是艺人经纪公司。那现在的话，可能我给乐华的定义就机器人加 AI 加 IP 的公司。IP 的话就包括艺人经纪和虚拟的 IP 这样的一个公司。那现在的事情的话，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更挑战一些，因为机器人 AI 的话都是就是说今年才突飞猛进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踩到了时代的前沿。而且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很难得，10年一遇或者20年一遇。上一次的话，可能还是互联网革命，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反正我这个年龄也是闯的年龄嘛。哇，这么多人啊！哎呀妈呀 ！Hello， 太多人了啊！好久没看到这么多的人类了。我平时都是跟小龙虾聊天，唱跳团体开会，有点罕见。我刚刚看热搜，来，谁来念一下 ？AI 或者导致群演机会锐减70%，中央部演员戏约腰斩。来，你们聊聊。其实主要 AI 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在制作方那边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它可以省成本，或者可以省很多资金上面的东西，然后时间也可以省了很多。但是确实我觉得现在 AI 出来了以后，其实更多的人，包括我们也好，也会觉得会希望去看到活人感一点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就是 AI 虽然可以做到很好，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太统一化了，有点公式化的感觉。对，公式化。我觉得 AI 其实它大标题它等于假，就比如说江一希如果是通过 AI 算法算出来的，他在哭，那我觉得江一希是在假哭。但我更想看到的是他在屏幕上，他真正用自己的演技、用自己的精力去打动。前提条件，江信息这个人，大众就是不熟悉的。加进来了，江信息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管你怎么哭呀！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讲的话，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明不明白？只有你是 care 江信息。我的意思是 ，AI 可能会帮助更顶级的一些艺人。不，顶级的艺人肯定不会用 AI 来替代自己，他也不会去卖数字分身，因为他商业价值已经很多了。演唱会、广告，或者说线下见面会，现在 AI 替代的不是顶级艺人，而是替代你没有 IP 的艺人。这话太扎心了。就以前做那个竖屏短剧公司，全部变成 AI 的拍摄了，而且成本很低。以前拍一部就算便宜的也需要100万，但现在的话就是说用 Talking， 就是只需要3到5千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所有的平台都会降本增效。你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现在 AI 替代不了情感嘛，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啊，未来1到2年、2到3年，他也有情感了。他哭的话有100种哭，笑的话有200种笑。你们公司的员工对 AI 的接受度高吗？
大部分的人还是接受的，但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就公司的话也有一些，就可能在公司待时间比较长，10年8年的，对这个事情的话，就本能的就很抵触，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我觉得功能有问题，我就觉得我说那你用了吗？你下载了吗？他说没有用，没有下载。就是我觉得在 AI 进步的情况下的话，你抵触，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会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就春节以后，我们公司也做了一些相应的组织架构的一些调整，也有一些老员工可能跟我很多年，但我还是把他请走了。其实从我内心来讲的话，我特别不舍，但如果他卡在那里的话，这个事情我就推进不了。我不做出变革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没得玩。就整个公司的话，我觉得也进步不了啊。所以就是大家。看到了现在的科技变化，可能只看到了自己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这个很多是不可逆的。你接受它也好，不接受它也好，就是不可逆的，对吧？那杜总也在养小龙虾，养完以后，我养了2只。他养完以后，他就说一声，哎，你帮我发一个什么什么邮件群发，那小龙虾就干了。对，就替代了我很多助理的活。真的。哇。按这个说法，下一个被淘汰就是老板。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都有人干了，管理公司啊，监督员工啊，然后对，然后我就把老板的小龙虾拿过来。那我请问，你把老板淘汰了，小龙虾会给你发薪水吗？他可以还你账户的钱。太好了。月华终于倒闭了，杜华终于可以退圈了。你想想是不是？老板终于被 out 了啊！好有喜剧精神。其实你这样算下来，每个人其实都可能被替代，对吧？那只是我们下一步就考虑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用什么方式避免被替代。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粉丝可能会喜欢，比如说你音乐节或者是粉丝见面会，一些线下就是面对面的，这是我们真人的一种情感吧。这方面我感觉目前还是需要真人来完成。线下是这样啊，我就跟你们再说一个数据啊，就是说现在的话，今年的话有50%到60%的音乐节被取消，因为票卖不动嘛。包括咱们公司也是不断的在取消，哦。有时候我是觉得无力感，你知道吗？你随着 AI 平台的变化、媒介的变化，就渠道也变了。传统的规律没有了。传统规律没有，对，他们累，我也累。之前那个谁思阳，然后跟我说，杜妈，我想看一下，我工作2、3年了，我赚了多少钱？然后我就说你们经不起这个打击。我说因为是亏的、负的。你们自己都收到了自己账单是吧？我自己每次在批预算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我自己内心也是蛮忐忑的。你比如说啊，你看摄影师每一次的话一出去的话就1万块钱，妆每一次的话每个人至少是5000块，9个人的话你就多少？5、9、4万5，然后服装造型每一次每个人的话5000至少的。财务啊、法务啊、经纪人的成本都没算入你们的成本哦。所以就是说，比如我就说个你们那个数据吧，第1张专辑的话也花了几百万，第2张也花了好多钱，大几百万吧，对吧？但播放量，我们从平台结回来的钱啊，我估计不到几千块。现在的对，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好不好听，而是没人听，没人能听到。你们每次都这样说杜妈，我要花钱做歌，我要做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投入产出比，然后第2部分怎么去做宣发，怎么自己更好的去配合？发完了以后发完了，那很多时候靠宣传发几个营销号啊或者干嘛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现在的话都是人人自媒体呀，你可能一条短视频出来的话，你点赞破100万就很高啊。那播放量的话，至少是几千万的播放量吧。自强则万强，求人不如求己。就我可以托举你们，但是作为你们来讲的话，你们也得有让我托举的这种动力。
大家又不是慈善机构，天天去托举来托举去的，托不起来呀。满满的压力。是不是突然觉得压力很大？有点心痛。说，哎呀，我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呢？工作了3、4年，结果还是负数。然后第二部分，如果我是一个白领的话，可能1个月的话，我还有几千块钱。但还有住的地方呢。待会去，我还没去过你们宿舍，待会去你们宿舍看看。可干净了。是吗？对。嗯。刚发现的，我拿出来了。自己教的自己。你觉得老板对你的满意度是多少？满意度吗？60、70，可能其实50都不到，说实话。因为如果我作为老板，我会觉得已经给了你们那么多次机会，然后现在还没有做到一些成果，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开年这2个月好像大家工作都不算多，然后其实我们团从去年年底发了首歌，但是反响不是特别好吧，所以确实没有太多的活动。他想让我把自媒体做起来，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很靠近我的主业，可能我还是学的是唱跳，可能如果我想出来的话，还是通过舞台这样。但其实去年开始就开会说我们要继续做专辑，但其实等到现在。没有等到什么，就是还有那种偶像包袱在。是的，但我也不责怪他，因为我觉得确实就在我们还在欠钱的一个状态，就是换作是谁，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继续去投下去。包括你看，今年第一个工作也是因为他才有的。你指的工作是什么？就很久没有看到镜头了，我觉得应该算工作吧，对吧？哇，你们的家好好哦！我第一次来，好好的房子哦。都是你的钱租的。每个人都有单独的一个空间。哦，好好啊，比我小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住地下室，还挺干净的，真的挺好的。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啊！哇，狠狠的羡慕了，好大的房子呀！你好，家。来干一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啊！谢谢杜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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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欠这么多黑，你愿意留我们，不得鼓掌吗？鼓掌！鼓掌！谢谢你们啊！不谢不谢，我真的是帮我亏了那么多钱，我谢谢你们啊！未来会赚回来的。要不要开个直播？可以啊，就用我的账号开了啊。Hello， 今天在吃火锅，和哪些艺人聚餐的呀？来打个招呼啊！开始托举。我觉得杜妈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在我们身上，她是帮我们在兜住，尽量在辅助我们。一个一个打招呼吧，我怕他们都那个。我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他又带着一些老板来看我们，就是这是我们的男团，然后让我们赶紧去表演一段，表现一段。有种当妈妈就是为了表扬自己的孩子有多么的好，然后请老师多多教教他，多多看好我们的孩子，这种感觉。我明天去探班呢，去探那个谢娜的班，你们谁要跟着我去？我去吧。啊，还有谁去？你看啊，为什么都不愿意？你知道为什么不红吗？懂了吗？明天有排练。你自己表现吧啊。不主动。这么好的出镜的机会，他们不去呢？都在看颜色。反正你们自己看啊，你们多说，这个节目肯定能剪进去；你们不说，肯定就没有什么的。不要为了吃好不好？我感觉大家都在等着。他们都多大？平均都22到24岁之间。确实这些弟弟妹妹们还没有老板有经验啊。回去要多久？40分钟。哎呀，累死了。世界杯的那个，你盯一下那个尽快审核呗。你想把公司做成一个100年老店吗100年老店啊？没有哎。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这种体量抗风险能力太小了，没准哪个风浪过来就把你打趴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都还蛮居安思危的。就今年的话，好好干，把转型给搞好，把基础给打牢。哎呦，出来接我啦！出来接我了，要不要走一圈？我把包放一下。我觉得这灯呢，为什么？女儿来。女儿干嘛？等我吗？没有，我还叫女儿下来接你呢。她人呢？你妈来了。来，宝宝。拜拜。哎，你怎么刷到我了？我就随便一刷就刷到你。好多人刷到我，今天我刚去直播了，我就随时开了个直播，播了10分钟。来介绍一下，来跟大家自我介绍，来，这是导演，IT的导演。爸爸跟你妈妈这个打打闹闹。不，他们从来不撒狗粮。太搞笑了。你爸爸和妈妈怎么认识的？他们跟你讲过没有？他们说是可能想当个离婚搭子吧。离婚搭子呀？就是双方都离婚了，然后刚好放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带一个孩子嘛，就挺有共同的。哎呀妈呀！这是谁跟你说的呀？自己多看看视频你就知道了。哇塞，好聪明啊！你回来以后陪女儿？陪女儿吃饭啊。给她打台球了吗？对啊，我这来了，放好衣服，说她饿得不行了，说昨天就吃葱油饼，今天又吃葱油饼，吃2天葱油饼。你女儿是属于那种，就是把那个东西得吃的都要吐了的，说有一段时间就吃那个煎蛋，每天吃好几个，每天吃好几个，说现在一个鸡蛋都不吃。跟我一样。你陪伴小孩时间多不多？好像没什么。我们家女儿不是说了吗？她是阿姨带大的。那你觉得有遗憾吗？我女儿是哪年的？15年，我应该是刚生完孩子的那一年，我就想把公司给卖了，因为那时候我就特别想陪伴他们，我就去问我儿子女儿，我就说，要不这样，妈妈退休，我回家的话天天照顾你们，然后他们异口同声说不要，你去工作，我们让阿姨照顾我们就行了。因为确实我不会做家务嘛，我也不会做饭，儿子觉得我做的饭好难吃，也挺受挫的。然后打扫卫生什么，他也觉得我做的不干净。但我自己觉得，就说他们有时候的话，还是有那种小小的骄傲，就觉得自己妈妈还是一个挺厉害的人。对，这才是。你觉得你女儿就真正为你骄傲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就比如说。我忘了几岁啊，但他那种小骄傲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同学、老师问他要一张签名照片啊，什么东西，他就觉得就是觉得挺有面子的，对对对。杜华，好多人都说你看艺人的眼光特别准。你第一次见王一博，你觉得他会成为现在的他吗？那当然不会啊，因为我见他的时候好小，13岁。那你还下力气培养他，如果不成呢？不成的话，我就回去打工了，因为那时候公司比较穷嘛，然后大家是从地下室里面打拼出来的。在2014年，因为当时是 all in 的，所以就是义无反顾的。当然也想好了，如果创业失败的话，我就回去打工了啊。哎，你像你刚才那些年轻的艺人，你不会想到动员他们这么待下去？成不了。那个孩子说的特别简单，我只会唱歌跳舞，就不能拍短视频。短视频上唱啊，就还是没有那个。你没想到劝退他们去做别的工作，再待3年都完了。对，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演艺圈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它真的是个人占了50%-60%，甚至还得多。对对对，天赋很重要嘛。那确实是现在的媒体和以前的媒体是截然不一样的。别说是艺人了，连我们老板。哪个大老板现在不出来做自媒体？对，因为你省了很多宣发成本嘛。对对对，这个事情的话，已经劝了很多遍，也开了很多会，然后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明白吗？就是说，可能我们已经的认知是在这个程度，他们的认知是在那个程度，就很难。你说那点特别对，就是你
自我能力不行，观众不是说要听什么好歌，对，你不被吸引可能就很难。对，他没有关注度嘛。所以按你这个标准的话，你的公司会剩下哪些艺人？头部的艺人和自己能把就是公众的流量转成自我 IP 的流量的艺人吧。所以那些孩子们如果始终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不能理解你眼中的 AI 的话，他们真的会被，我觉得会。我说被淘汰是那种没有形成 IP 的，因为用你和用素人和帮你捏一个脸是没有区别的，无差别的呀。但这里面会不会有个悖论？你说大 IP 它其实也是靠时间的积累的，它不可替代，但是小 IP 又被 AI 直接替代了，因为它成本更低，它就没有一个孕育孵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就是他们的运气啊，他们正好赶到这个时间节点啊。那你觉得我们场上这些人，有谁就是最快被 AI 取代呢？哎呀，这个挖坑的啊！我先问你，他会淘汰吗？他不会。你不敢说他吧？我为什么不敢说他呢？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维嘉的话，它已经是一个自有的 IP 了，它只不过是把这个 IP 的话，它更有价值，怎么做大？那头部艺人的话，它已经形成了具备强大的 IP 属性，其实它的不可替代性反而是更强的。所以他还在培育的那些小朋友，不拥抱 AI， 不拥抱那个流量媒体，就可能会非常的难。对，你比如说我培养的那帮小朋友，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们被看到。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是自媒体，任何时候都有被看到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特别的想跟我们家小朋友，或者说现在还没有感知的艺人说，AI 不会因为你接受或者不接受，它不发生。这就是第4次公演不可逆的事情。那你在不可逆的情况下的话，那你只能是与时俱进，上这条船。就我们不要去怀着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就觉得时间会倒退，或者说片酬能到以前的那个时候，不可以，没有机会了。所以你现在的话，如果你还不抓住最后自媒体的时代的话，我觉得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先预警一下，你会被骂哦。无所谓啊。尽管老师说我被骂，我也得说一下。你想当年的话，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是不是很厉害？厉害，C 版，对吧？结果怎么样？是苹果出来以后，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现在还瞬间挂掉没了，对吧？所以这是必然的。我其实就看整个片子，我特别能带入你的那个状态底下，就是做企业在目前的技术变革底下的痛苦，我完全感同身受。对，那你这么大的压力，你老公能替你扛多少？他只负责自己那一块就行了。他是因为从开始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一个创始人。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的话，他是不太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啊，心态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所有的东西的话，亲力亲为，亲力亲为的就是都难以取舍。对，传说杜华是一个相当凶的老板。我看你开始哭，我这第一次看你哭，而且你看你的满鼻子都是红的，你是真哭。对对对，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我觉得以前都挺坚强的，就最近的话，我会觉得就感性了一些，你知道吗？我觉得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那时候的话，反正就是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就朋友也去世嘛，就各种事情压得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那你老公有没有叮嘱你，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哎呦，我老公就跟唐僧一样，天天念。那今年的话，确实是因为自己身体也遇到一些状况嘛，所以就开年的时候我就立了个 flag 在那个朋友圈，我说今年一定要1周的话运动2到3次。我就看了一堆的评论，邓超就说有那么难吗？运动2到3次不是很正常吗？这对我来讲就很难。就我现在就算退圈了。不工作了，我在家里我也做不好妈妈的那种功能，那我也得找点事情去干。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至少这个事业是我自己喜欢的，我能找到我自己的存在。江湖上还有杜总，还在牌桌上，一定会有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淘淘的这一段，来，请看。来吧，来呗。来，孟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梦里玉桃宫，笑看红尘事。这谁跟你说的？这是我姨姥。
就是《陶渊明记》里面的一段，希望我可以快乐幸福。作为运动员，你平时是那种属于压力大的那种？我感觉我是一直都有压力的那种，可能是自己内在的，然后也可能是外面来的。中国名将徐梦桃马上上场。太可惜了。这还行吧。哎呀，但是我自己还是很松弛的，就是很能把这些压力化解。徐梦桃是坚守了16年世界冬奥会选手。梦桃的第1枚奥运金牌，我是第1吗？我是第1吗？徐梦桃第5次冬奥会比赛，个人项目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我就看着这个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哇！我也36了，但是我还得打一届，我打一届就40。因为中国体育其实到现在了还没有女的参加过6届冬奥会的。如果能在法国冬奥会，就是2030年能站上赛场参加，我就感觉就赢了。那你参加这个姐姐大赛这一季，有哪些事情是你想去完成的？希望能给我妈弄个婚礼，就是能弥补一下我妈这么小嫁给我爸了。他们结婚的时候你妈多大？我妈才21呗，我妈初恋就跟我妈了。我婆婆我会可能去交流一下，她生活跟我们比较脱节。我主要是当家的，就是我就是姐姐当家，本家本姐。我闻闻大沈阳的味儿。这个车呀 ，OK， 哇，舒服哎。我们直接回家了。走喽！我不训练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沈阳居住。来沈阳已经26年了，感觉12点了，就是沈阳也没有那么冷清。我跟辛迪从2019年恋爱的，结婚已经4年了。哎呀，对不起啊，打哈欠闭眼睛了，骗你的狗。我这样的，打哈欠闭眼睛了。你挺逗啊，呲的牙也挺齐，像假牙一样。咋的呢？一看你这一拍，这牙膏狗问号了。他比你是小几岁？他是小5岁，就一直是弟弟。我们也是一个教练。他追的你还是你追的他？但肯定他追的我呀，是吗？打败了一众哥哥。我看你这么主动。那是很多人喜欢你吧？队里的人基本挺多。是吧？但没表白。不有表白的，也没成上，就是为啥呢？就是辛迪就符合我有一点，辛迪到现在都有那韧劲儿，他可能黏着你了。例如我回家了，我都真不想理他，我说这人我跟你可扯不了了，人家就能在楼下一直待着，一直站着，就等着，你不上不去，我就在底下等着，咬住青山不放松那劲儿啊。然后你干啥去，他就陪你干啥去。操，媳妇你咋的了？你觉得那个你是爽文大女主吗？我有点嘚瑟，我感觉我就是感觉，他也圆了我的梦嘛。我俩不是世界冠军夫妇吗？对。然后一出去介绍的时候，只有你们吧，好像。现在冬奥会我们历史所有100年历史，我们第1对。王辛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1次出现夫妻2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哇，这太震撼了，这强！哇，这他们讲台，哇！
爸呀，哎，爸回来了啊！辛迪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吧？辛迪给你买酒了。因为训练时间，我跟辛迪基本上都在一起啊，可能1年就放半个月的假，那你回家肯定要陪父母啊。你说要20张我俩的，还是要一张20张我俩的加我的？哎，你给我几张，我得要几张啊。我女儿在家里可能是最大的，首先呢为国家争这个光，也得给父母给家庭争了荣誉。其次，淘淘的付出是在家里那也是最大的，家里生活所有东西全是他付出，不用我。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就给它掀开。哎呦，一看就开机了。美丽，几点睡的？喝点小手，我给你做点儿粥啊。我先喝一口咖啡吧。在我心里，淘淘吧就是像女强人。宝贝儿，待会儿穿什么？穿你最美的衣服别踩。你不要特别白的和粉的吗？喊宝贝儿是喊你妈呢。行，走。感觉淘淘有主见，所以啥事儿吧，我就特别依赖她。她越漂亮，美。走了。这不跟你一样吗？啊，我就愿意下。这儿呢。这出事，我先给你代买，但是你带上你别那啥，就是放松。如果你把一家人排个序，谁是第一？让我首先排一个是淘淘，哎，第二个是我的儿子，儿媳妇排在儿子前面。但是这是我的心里话。肚子贼疼，多喝点那红糖水，但这个时间段你别喝凉的了。淘淘，我挺感谢他的，因为当时淘淘做决定让我去沈阳做个体检，当时检查出来是肾长的结节，但他结节已经转化成那个恶性瘤。但是如果说不是淘淘提议做这个全身检查的话，我想可能就错过这个最佳时机了。回来了。国丽来了。嗨。这次休假准备和家里做什么？明天准备带他俩去做肠胃镜，所以今天要让他俩喝药，喝那清肠药。妈呀！啊，这一大瓶子，我天哪！没有4瓶。大郎吃药了。这老多了，你瞅瞅怎么办？加油，当水喝。妈，这味儿不好闻呢，不好喝呀！我天哪！好喝，那是果汁儿。来，徐导，8点之前我不管你怎么喝，8点之前把它喝完就行了，1小时内喝了。有试试的。对，知道。半夜3点亲自送药上门啊。可难喝了。不是，主要是那个太受罪了。我刚做的。我也是，我去年做的。啊，我得控制点儿。控制什么？我喝这些吧，可能喝的太急了吧，有点恶心了。正常，喝完了都恶心。我去下楼看看你爸喝没喝啊？我下楼看看你爸喝没喝。他肯定没喝。啊，我没事，我一会儿我去监督他去啊。你还想逃跑？你逃跑没用，你在时间内喝不完不行啊！坚强一点，妈妈。辛迪在你妈面前挺放松的。哎，美丽，我喝了那个药，这么大一大杯。哎妈呀！啊，我喝了一半，喝了一半我就感觉吧恶心。怎么逃跑了？哎呦，妈现在抓来了。王小凤，抓来了吧？我药喝到一半跑了呢，还得歇会儿，他都可恶心了，还不得歇会儿？那不能喝一半，它有时间限制的，白喝了吗？这一大杯呢？你就别搁这整姐妹情深这一套，明年你也这样。你这小孩啊，喝点药还得躲。我不怕唱黑脸儿，
就我感觉家里总得有人唱黑脸唱白脸，我宁愿当那个就是黑脸，所以我得多嘱咐他们。家里就跟看小品似的啊。对，这玩意儿就水吗？别给我整的姐妹情哦，整的可亲切了。这玩意儿就水吗？你得喝它吗？喂喂喂，女士们、先生们，人呢？宝宝太可爱了，咦，怎么还拿着麦呢？不行，调动他们一下的。哎呀，讲完了。我在家里边，我的分工就是辅助者，桃姐就是 leader。过来运动来，你俩必须得运动。快点带他俩做点准备活动，然后开始了，我动员一下。走，不行，走这个，来 B-box。后面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想熊桃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但是可能就是像指令一样，他一让我干啥，我自己身体就动弹了，反抗不了，控制不了自己。我骑过。你骑过？我健身房骑过。你骑过不行，那你骑过，那你必须得强度再大一点的。你骑过？别太大了。第一个，你给我妈，她走得慢，可以稍微来一点劲儿。强度怎么样？啊，挺大。高一点。我这位置画的对吗？没错。你是很喜欢这种跟他们家里人住在一起吗？还是说你更希望就你跟桃儿2个人住？我喜欢住一起。喜欢住一起。爸，你该第2个了啊！啊，你该第2个了啊！你搁这是一包吗？是一包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种氛围，就是很融洽。你要这次老见好了，下次2、3年剪一次啊！拿走。加油！你现在就上的差一口就差一口吧。不行，可以拿过来要不？赶紧走。走呗，你得赶紧睡，要不你3、4点钟就起来了。盖着点可以，这样冷。得喝啊，爸。这个啊，一会儿过来看啊。吓死人！我现在上了11趟厕所。爸，走了，出发了。困吧？遭罪吧？心里这也一宿没睡，走，起床，坚强，来。小点声，小丽，你们俩别在这儿就说话。为啥我说这地方说一点话都能听见？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辛迪对我父母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孝顺。但是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我们跟朋友一起吃饭，问到了，我说如果有一天，在我爸我妈和辛迪之间选的话，我一定选我爸我妈。当时辛迪听完之后还有点沮丧。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我的一切，我就是深度绑定的，没办法说是割舍的。勇敢，害怕啥？勇敢吧。小老头平时那咋呼劲儿呢？吹不？这么活跃呢？我是你俩的这个专属大夫，因为我是非常心疼我爸我妈。早期的时候，我只给他俩做体检，我还不做呢，奖金基本上全花了。好嘞，待会儿我们能看到我爸的大肠。我是懂事非常早的，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那时候你爸爸妈妈在干什么？在卖串儿。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在做卖串儿呢，30年时间差不多。这些年模都挺好啊。我印象挺深，他可能是从早上4点多5点就去上肉，回来之后呢就是切肉，切完肉了就是穿串儿，他俩一起穿，全忙完都得是12点多，将近1点了，很辛苦。坐会儿来，你坐会儿看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啊，是吧？像我小时候，我妈就会1个月就来看我，把所有他们能挣到的钱都给我花。
我妈有的时候会说，她说：“哎呀，她说就是在投胎的时候，她说选择父母的时候，她说如果你要能选一个就是家里条件更好，然后能给你带来更好生活的一个父母该多好啊！”那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到，就是我经常跟我妈说，我说我太会选了，我说我在天上投胎的时候，这么多父母，来自全世界父母。我说我就选你们了，我说我最幸福的事儿就是选你们当父母。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希望他俩就是健康，我给他俩定目标就是活到120。你现在会担心他们的衰老和死亡？对，会害怕。有的时候可能。休息5分钟啊！哦，好嘞，好嘞。冷静一下。妈呀，讲我爸我妈还哭了我一想我妈我爸我就老想大哭了。但是你要说有啥情感寄托没？不是有啥点没？你还真想不出来哪点。你是因为跟父母相处时间很少，很难过吗？不，也不是相处时间，我就感觉也挺，怎么说呢？我就希望我爸我妈永远活着。叔叔的胃窦这个区域有那种小的片状的糜烂，肠子里有能有20多个，将近小30个小息肉，看到的都切掉了。然后你那个烟能减量，因为家里的焦油啊、尼古丁，它也会刺激胃肠道黏膜。你是肠子、胃呀、肺呀什么的，都跟烟有关系。对，它涵盖太多了，所以说话你能听懂吗？烟它会损伤这种小的血管，全损伤了。过两天损伤到大脑了。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智慧，还有你的幽默。完了，没了，抽烟抽的。歌曲《父亲》。往事我在那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的。自己点，然后自己唱歌。我听不了这歌，我一唱这歌就哭，我就唱不了这歌，我天哪！我到了吗？对。我太快了。快吗？还行哈。小桃驾驶整得挺稳的。药都给我爸买好了，把药吃了。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家人的健康。来，洗手来。我感觉我爸我妈其实随着年龄增长，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不愿意去麻烦你了，去医院也不和你说，常吃的药买不到也不和你说。所以后来呢，我就学聪明了，就是什么事儿我不跟他们商量，直接就买。然后这样呢，他们也不用去跑药店了，平台的价格还非常优惠。所以有的时候对他们的爱需要先斩后奏。哎，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家知道什么是原研药吗？知道是不是？对，知道，就是原研药，就是那个大厂家自主研发的药，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就是刚刚孟桃就是用手机不是扫描了那个用美团买药扫描那个药盒嘛，它上面有一个原研药小助手，它一扫啊就能精准找到同款的原研药，特别方便。还有美团自营大药房上面它价格特别优惠，品质还有保证，太棒了。这屋里这味儿那么香呢，粥也都煮好，赶紧来。我们刚才回来一下吧，有一个想法，咱回燕山，我爸那手艺不好几年都没冲出江湖了吗？行啊，吃吧，咱爸烤肉串。老区的好菜终于又开始重新出世，至于啥味儿，我替你尝尝。我还是尝不上。什么你吃不着？我吃不着串儿，我明天去北京。明天去北京。上北京啊，上北京吃去。上北京吃去，爱上北京吃去。哎呦，今天晚上就往瓦山走的，是不是那意思？对，咱们一起开车回去。开是大车吗？开 smart。你妈那车开回去不？借这机会。smart。现在啥时期呀？你天天能不能老那啥？我问你不是，
你做决定啥事儿？那你都不用问这事儿，你想可能吗？是这样的，我妈冬奥会前她说女儿，我特别喜欢这个车，然后她说如果你要是拿冠军了，你就给我买。结果这不是拿冠军了吗？然后我就给她买了。这车买来之后吧，她就到现在也没上手开呢，确实是不敢让她上路。你卖那车的意思给你妈买这车，你答应好了，为啥买完了？你把车卖了，买完了，你给你妈买这车，你不让你妈开，我没明白啥意思。怎么不让我妈开呢？你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时候让她开？现在可以随便开，你只要安全，你媳妇儿只要能上路，随便开。听见没？现在就可以开走，你现在就可以出去玩去。所以啥？别着急，别着急，我没着急。哎，对，我替你，我妈从来没着急。我替你想啊，是这么事儿。啊，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为我好，俺俩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藤上的瓜。不是，是这样的，车不着急，你那个事儿。你懂我意思吧？这就完事儿了。我跟你讲，不行，你坐着来，我给你讲个事儿。我必须得讲，我不讲就感觉奇怪。不，这件事已经说完了，我不知道，没理解，我现在提出来疑义。但是你已经说完了，你妈你知道我跟你讲个事儿就完事儿，不是讲的。你不是，我必须得说完，你不说我也得说，你能不理解我就感觉搞笑。一辆车，我能不让你俩开？我不能小声，你都能想不到我是为啥？爸，你说我为啥不让我妈开呀？对他技术不行，技术只能走车道。你媳妇儿你放心不？不放心。我想的，因为她是我妈，不是一辆车。安全俩字，我明白。她的命在这儿呢，开车是有命在这儿呢。好了，道路上是有车的，我是不让她开车吗？不用多说了，理解了，完事儿。不是，你就感觉搞笑。那你认为呢？我回去我开不能往这开，我也回来。不是哪儿都不重要，你感觉是我不让你开车吗？那没。那为什么我爸会有这种疑义呢？这不是我给的，肯定是你的呀，肯定是你跟我爸说了。我这豆哥，我这又变成豆哥了。我跟我爸为什么提到这儿呢？这件事我必须得弄清楚。他可能替我着想，他可能替你着想啥呀？他可能这不是那不是，他可能可以让我早点成为一个战士。战士，那你现在拿车出去吧，开一圈在门口转一圈回来，去吧。去啊！我就感觉你俩有的时候可幼稚了。不是你们是感觉给你买完车了以后我毒啊？这车我碰过一下吗？不是，我没说那什么，我还主动一直磨叽，从买完车到这儿，就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俩不是我生气，就好像是我天天好像是愿意似的。你俩要不是我爸我妈，我管你们干嘛呀？吃药也是，治病也是，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急的人，语速比较快呀。然后我妈是属于就是不太吱声，可能闷一点的。我有的时候跟我妈急眼，我一急我妈一慢，那简直了。小蚂蚁是你撞的不？头都撞约巴了，是不是？你自己的车追人屁股后面了有没有？安全吗？是不是啊？技术性玩手机。我考虑安全不对吗？对。非得人车两毁才行吗？你太咄逼人了，你妈！你这态度，我要是你妈，接着给你一巴掌。不是，奥运冠军在家训我，我可不敢相信上一段还在哭呢。我妈，他们是最重要的，他是我的一切。不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实话，因为我离我爸我妈还是远。我们虽然总联系，但是我爸我妈有一个什么性格呢？就什么事儿你必须得说的非常吓人，非常危险，必须带上生死，否则我爸也心态好。一般的话吓不住他，对，吓不住，一定要吓他们。对。这个是不是后来得搁那里啊？你瞧这是。这个东西你得会操作了。就像现在我给你部新手机，我今天这么说，这部手机你是不是用了很长时间了？我把它放下，现在我给你其他的手机，随便玩。不是我，为什么我也没不熟啊？我没为啥不熟啊？因为我没碰过呀。这个手机掉地下，它只是摔坏了，你人和车撞车了以后了，后果是什么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你别给我整太多，我理解不了。你这理解不了了，太多了，给我说的。太多说的我他妈脑子也反应不了。你反应不了吧？车你想开就开，钥匙在你那儿，我一下都不碰。按你的生活习惯去生活吧。担心你，等那个。我担心啥呀？有空前。哎呀，别吵吵了，行了，我还吵吵。你妈性格太好了。如果我这样说艺人的话，肯定是我 PUA 了。对，这我告诉你，只能是自己亲妈，没人说啥。
因为我感觉他俩就是打配合呢，就是想开这个车。那肯定是想开了，陪爸爸妈妈开一圈不挺好的吗？不是，他那我妈开车你们不知道啥样，但他就是隔夜放不住熟豆，他没看过智能的。你一样的话好好说，你是不对。对，下回好好说。这个就有点像谢娜要给他爸爸对，太像了，一模一样，对，太像了。管的还是多，我管的还是多。不多。咋不多呢？你不管出事儿怎么办？淘淘，你别动手了啊！这是头累坏了，到天津，快去快！你别整了，我整。那白衣服别绷上。是，别车上油。小眼睛挺有戏。你这个带淘淘上屋里。去哪儿呀？你这个。我收拾。不用你收拾。万一。我媳妇儿愿意收拾。不是，衣服都剩油了，她没换衣服。也没衣服，我给我媳妇儿买。哎呀妈呀！走了。一天天在那翘个腿，岁月静好。这有说什么？路上走都要踹一脚的感觉。你真的是平等创飞每一个人。我爸，那我爸说又翘个腿刷手机呢。你这个树敌太多了。没敢进屋。当时一个人坐在客厅，脑袋在过电影在盘这件事儿，怎么？我非常了解我的家人，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当下的情况。看中分。所以我需要冷静的去看一看这几个人谁先好一点。吃饱没妈？吃饱了。吃饱了。吃面包不？不吃，不吃。别生气啊！不生气。桃儿主要是担心你们，他就那样。还真是没吃饱。那个气氛很难吃下去。对，不好动筷子，你知道吗？哎呦，这老好喝了。哎，你来口不？这个媳妇儿，这个老好喝了，完比之前好像好喝呢。我哭了又。其实他怼完他妈以后，他也很难受。对对，情绪很不稳定，梦到。应该不至于啊，你运动员啊，你不是应该情绪很稳定的吗？情绪稳定，但我就在他俩这儿，我这件事我感觉他俩就串通好的。你擦一下。你看你搁这哭啥呀？妈那儿睡得可好了，还闹觉呢你。60岁了，他还在这闹觉啊？是。哎，不是。一天天的，处对象都得带着马。哎呀，没事儿，挺好。要不带着妈，我还尴尬，就咱俩，挺好。太尴尬了。挺好。现在跟你单独待着也尴尬。尴尬啊！我给你按按腿，你能好不？你把这袜子摘了。这不我袜子吗？赶紧拿下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这么好的袜子我给他讲一大堆道理。一天天净围着他转了，天天我备战，我备战，我就要给他吵起来。睡都不理你。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惯他，惯他毛病。你这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建议你就是别惯他了。你有这个心思，你应该多惯惯我。哎呀，好聪明哦！啊，就是顺着老婆的话说，好聪明哎。你使劲宠我撒么一下。以后谁也不惯，就对自己好。
就对自己好，要给我们几个人的财政大学全断了。对。哎呀，这脚按不？你就团了一张券。知道。团了一张券，不团一只脚。你要团那个券的，这脚也给你按来。这伤我心了。你这玩意儿。好像是我，他俩那意思，这车好像是我不让他俩开着的。没有。你想想，你听我说。给我来了一个啥？我想一下子告诉你，你说啥呢呀？我说我都不听不懂。混，闹觉，我还跟你说了，他就是闹觉。他我自己的亲妈，我从他肚里出来的，他是闹觉还是有认真的，还是什么样，我自己心里知道。他妈睡好了，咋说都行。不用。昨天你听我说，我跟你讲，昨天晚上不吃药吗？妈是啥？看见这一大手胡子的时候，他就开始焦虑了。哎呀，我不想喝，但是他到碗里就好了。喝完了吗？喝完。刚。辛迪一般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哄我，跟他是遇到事了比较能说出来。就有的时候吧，这个委屈他不是说见着谁了都能说出来。辛迪是不管是委屈还高兴啊，还不开心呐，跟他是完全能说出来的这种，我感觉这点挺好的。哎，你这是我不是 PUA 你啊，你这是全才，主要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看你按摩手法也精准，你下载这足三里的位置按的就是深度非常好。是吗？我没感觉。然后你这个饭做的也行。是吗？啊，你唱歌还没？你还会跳舞？翻面。哎你还会演小品？是吗？啊，你小品演的好。是吗？啊，你还会唱歌。这脑袋趴那边舒服点吧，这样就不撅得慌吗？你牙还齐。是吗？啊。哎吧。妈呀，你也太完美了！你这人，我想想，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啊？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缺点。好厉害！是吗？你们俩互夸，没有缺点。那你去叫他起来吧，也不宜睡太长时间，给叫起来。先告诉他今天什么问题，你现在能明白什么问题不？开车危险，不是不让他开，你非常难过。他俩就打配合呢，刚才。不是，咱俩俩人都没有这意思。咱俩非得打配合呢吗？咱家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没事儿，以我们两个的智慧，他们怎么也斗不过2个奥运冠军吧？啊！哭半天了，哭半天了。你打他了？我没打他。那你骂他了？他就感觉他最爱的人不爱他了。他最爱的人你不爱，你怎么不爱他了？他最爱你了。人现在只有血缘对场的人才能整好。我是整不好了，我按了半个小时摩了。是啊。啊，你自己看看去吧，我是没招了。这是影帝我没招了。你姑娘谁能整了啊？你老公可以当那个模范丈夫那种。他平时也这样。哦。这影帝，这影帝，这影帝。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出去。你都没意识到，你出去。意识到了，主要是不好。你意识到啥了？这事儿赖我主要一直没教嘛。那小样。足三里。这块吗？没吃饭呢，中午。河山只在我梦里。小宝贝啊，那又来，都来轮番的赔礼道歉。这爸生什么气？没有气声啊！哎，快点他了呗。这多大？他今年多大岁数？才那么大岁数了，他今年多大岁数？今年35。啊，35。怎么像70一样呢？我瞅着怎么事儿了这是？你去，这没有。当事人能给我眼睛都听了。爸爸说啥别往心里去，啥事没有。应该这样吗？不，我表达明白。
好感动啊，真的挺好看的这一段。哎呀，我们这是什么节目啊？动不动就哭。因为羡慕啊，这种母女啊、父女啊、婆媳啊、夫妻啊，都是稀有了。开始的相处模式就这样吗？开始他喜欢我追我那阵儿吧，他就是心里有事不说，他就是你说啥是啥，我就像老大似的。你现在也是像老大。我说啥？后来，但我知道辛迪他本身他自己就特别幽默，然后呢，我们俩平时其实话就不掉地上，感觉到了。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没有说隔夜的时候，就吵得老大架了都不会隔夜。说实话，我脾气来得急，但我也就是你再来敲门，可能我气儿就消了。没有哎，我看你生了一天的气啊！你爸又出来，你妈又出来，你老公又出来。他就那什么运动员都爱生一天气。没有，我就给他。邹市明也这样。只能说是世界冠军都爱生气。哎，你印象当中跟辛迪就是争论最激烈或者吵架吵得最大的一架是什么？没有特别激烈的，但是就是我俩是对抗路的那种夫妇，就是我们不是那种贼甜蜜的，就是话也不掉地上，就是这还不甜啊？甜吗？甜死了！天哪，很甜蜜啦，真的都要长蛀牙的那种甜。不是，我感觉王心迪不敢跟他吵架，敢。王心迪也是吵架的时候就是生气，我觉得他不敢，不敢，绝对不敢。我一般说他是扮猪吃老虎，其实他真属猪，他是真猪吃老虎。这都什么词儿？但是就是他生气，我们俩比较会看脸色嘛，就是他一生气的时候，我就能知道了，然后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不得不夸夸你老公，真是好老公。对，他平时也这样。你教冉莹呀。对呀，哎，冉莹多跟那个淘淘学一学啊。其实有的时候亲人之间吧，退一步啊，让一步啊，其实都是爱。对他们就有一个特点，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多很快乐的小点，对，而且一直很有趣，对，一直很有趣儿。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际遇，你都能把它过成一个在这种际遇下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啊，这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真的很欢乐。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向奔赴。我想问一下，辛迪为什么会喜欢跟你的家人住在一起？一般不是年轻夫妇都愿意自己住吗？他就是感觉我们特别有爱。他说也是像刚才那个倪萍老师说那样，就是我家可能在一直拌嘴啊，或者是我这天天在家里咋咋呼呼的，话也不掉地。然后呢，但是他感觉就特别有爱。我有一个特好奇的事儿，你婆婆为什么把你排在辛迪的前面啊？这是客气，当着镜头说的吗？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我婆婆是在前年24年，然后呢是辛迪的姥姥，也是姥姥走了，当时姥姥是肠癌。然后呢，我婆婆在秦皇岛体检完了，然后当时我说不行，一定得给接过来在沈阳检。然后这样一检就检出来一个什么情况，就是那个肺癌。当时人家就说建议你再复查，那有的人可能不当回事儿，对吧？那当时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说，我说你马上就去复查，我就给找个大夫，第一时间做了复查，然后人家就说这个是癌，癌正好是在0.8，就是可以切了，不用做化疗那种。所以当时辛迪就回国家队训练了，就整个我可能陪着他做这些手术什么的。当然他也不是绝对把我排在第一，但是这件事特别感谢我吧，就是有这个意识。辛迪跟他父母关系咋样？他是12岁的时候他父母离异，然后就一直跟他妈妈，但是他跟他妈又老不在一起，因为他不在秦皇岛待太久啊。每年我们不是在秦皇岛大概有5个月的训练时间吗？我基本上是每1个星期我就把他妈妈约出来，我们在一起见面。姐姐当家哈，确实大女主。辛迪，他是因为你是师姐喜欢上了你，还是因为就是他本身就喜欢你这个人？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的，他首先从他个人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善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种子，所以他的人品质是非常好的。那他对于我来说，我感觉首先是日久生情，第二个呢，肯定就是我有自己赛场或者人格魅力，就是我感觉他是有点这种喜欢我的。那慢慢，截止到现在，他也是相对来说有那种崇拜的眼光，但是我也是对他非常欣赏的。就我们2个就属于这种，就是彼此都是这种比较欣赏对方、崇拜对方的这种人，对，惺惺相惜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稍微有一点好奇，就是你看那个辛迪特别会在桃子跟家人有矛盾的时候当那个缓冲地带。对。我特想知道你们的另一半有家庭矛盾的时候充当缓冲垫儿的能力吗？有的举个手。另一半就你家的另一半有当缓冲垫儿的吗？都还可以，还不错哎。就是可能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可能就因为我有时候我有点急，但是我知道其实我没必要生那么大气，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拉不下面子，但我老婆会过来，我原谅你了啊，或者是哎你干嘛还在气啊？你什么就会主动找我搭话，但说实话，这碰到辛迪，我认为都是手下败将。辛迪现在变王者了，这下。对啊，好厉害，情商太高了。哦，你们比了一下什么感受？那不用比不上，以卵击石，没得比了，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啊！咱们这一季是不是那个有2位你们的先生都比你们小，对吧？5岁。我们上一季董璇儿和张唯一差9岁，对吧？张唯一、董璇的老婆，第一季还是拿过来比，返场。来，我们3位年下弟弟，大家选择一下，你们3个人里面，你们最喜欢谁？喜欢张唯一的请举手。主要是没看第1季。那喜欢汤包的请举手。辛迪弟弟，投过的就不行了，对。我刚听错了，我要投辛迪。你喜欢汤包的原因是？我觉得在一个婚姻关系中，情绪的稳定很重要。当然，你要是能再升级成那个 Cindy 那样的，能幽默啊，能调动，那是附赠选项，难上加难。对，那是附赠选项。但是下限是情绪稳定、理性思考，然后正常善于沟通。那喜欢辛迪的呢？说说理由。他好可爱，就是他能跟我的家人处成一家人，这件事特别重要。就是他不仅关心我，他还关心我爸我妈，而且把他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家人。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注重家庭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太感动了！希望你们家庭一直给我们这种满满的感动跟温暖。好，我们来看看淘淘家的热聊词啊。第一是如何成为夫家和娘家的团宠，哇，年下老公真香的。婚后跟女方父母住好，还是跟男方父母住好？听听淘淘，你最想聊哪个话题？我选第1个吧，团宠这个。来，我们来看看结果怎么样。哇哦，你看，厉害厉害。我们的这个第2季的第1期就这么精彩，谢谢4位，谢谢。好了，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谢谢提供了多方位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那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爱奇艺自制综艺《美团买药姐姐当家2》，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我就觉得在节目里面记录备孕吧，就很有喜剧精神。比狗都慢。我们认真在一起做这个事情，这个机会非常的棒。你奔120开，也不用太猛，咱们能开。不能低于110。为啥不能低于110啊？没有这事儿。这车上一个车没有，这道上我慢点开不行啊，我稳当点儿。说2句就完事了，就别说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很着急的。那你在团体里面也是最差的那个，就是你没有那么想要，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等机会是等不到的。你去跟人家爸爸妈妈们聊会儿天呀。有啥好聊的？我应该去我的局，不应该在这里呢。我觉得他没大有是非观。你太容易过度照顾别人的情绪了，你的情绪呢？